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跑男首播，周深封神，郑恺尴尬，沙溢乱带节奏，白鹿自证清白。要说最好看的综艺节目，那必须得说一下播出季数最多的跑男了。从开始到现在，从正片到特别季，跑男真的是可以称之为长寿的老牌综艺了。一档综艺想要做出一点成绩是比较容易的，但连续10多年都做到行业天花板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。现在要是问你看过哪些综艺，相信你的脑子里会有很多答案。不过，能够一下子说出每一档综艺有什么经典的代表标签，那就比较难了。当然，只要说到跑男，立马就能脱口而出，比如撕名牌、指压板、弹射飞椅等等。什么叫优秀？那就是做出自己的标签内容，而且是可以引领时代的那种。撕名牌这个游戏的热度，绝对是从有了综艺开始就一直存在的顶流游戏。不管是公司团建还是学生玩耍，都是非常喜欢玩这个游戏的。这么多年以来，跑男也没有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放弃这个游戏，而是不管玩不玩都要背上自己的名牌。相信大家也发现了，跑男的很多游戏在其他综艺节目中也是可以看到的，但撕名牌却只有跑男能看到。说句难听话，正是因为这样的独一份，这才让观众喜欢并且渴望看到。在前2年的节目中，撕名牌玩得太少了，以至于观众都觉得跑男变味儿了。但是这2年的撕名牌却玩得并不少，而且各种变着花样玩，让人看得直呼过瘾。在特别季当中，撕名牌基本上是不会玩的，毕竟是以公益的正能量主题为主。经历了奔跑吧黄河篇和奔跑吧共同富裕篇之后，这次又迎来了奔跑吧生态篇。单从这个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，节目组是非常想要为公益事业做出一些贡献的。当然，比起正片来说，特别季怎么说也是一个衍生片，节目组的重视程度是没有正片强的。相信大家也发现了，每一季正片的总导演都是姚一天，从来没有出现过特殊情况。这么多年以来，观众已经对姚一天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了，甚至可以说很愿意买账。不过，在特别季中，姚一天已经退居2线了，总导演是由跑男创作团队的其他人顶上来的。在奔跑吧黄河篇刚开始的时候，节目的口碑真的是各种下滑，被新导演做得无聊到底。幸好后期进行了调整，才挽回了口碑，同时也收获了周深和白鹿这2位搞笑担当。这次奔跑吧生态篇的总导演也不是姚一天，但是从首期节目的效果来看，好像还可以，并不是特别差。从这个情况来看，蓝台还是不缺好导演的，只是没有机会被观众认识而已。相比正片来说，这一季的嘉宾阵容是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的，只是少了一个 AB， 剩下的全员都在，而且还新增了时代少年团的张真源。从节目组请嘉宾的方向来看，显然是想要吸引一些年轻观众来追节目的。其实这也正常，毕竟节目的粉丝年龄层是有些断层的，况且特别季的正能量主题也是更需要影响青少年的。一般情况下，一档节目的首期内容都是没有那么太好的，因为大部分嘉宾还没有进入状态，彼此之间的默契还没有找回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次的奔跑吧生态篇首期内容怎么样呢？接下来咱们就简单聊一下几位嘉宾在节目中的表现。跑男首播，周深封神，郑恺尴尬，沙溢乱带节奏，白鹿自证清白。第一，周深。自从周深来了跑男之后，他还是挺受欢迎的，而且也拿到过身份。不过，周深是比较老实的，他不怎么会隐藏自己，所以上次的身份玩得不怎么样。
说实话，我是非常想要让周深再拿一次身份牌的，想要看到他在节目中的成长。这次终于如愿了，周深再次拿到了身份牌，而且玩得相当好，堪称封神。尤其要说的是最后一趴的投票环节，周深居然直接把线索拿出来分享，真的是太聪明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卧底都是最不愿意把自己的线索公开的，因为越少人知道线索，自己就越安全。周深却毫不犹豫地把线索分享出来，这让大家瞬间放松了警惕，对他的怀疑可以说直接降成了0。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，我是非常期待周深下次拿身份的，不得不说他已经晋升成高级玩家了。第二，郑恺。在这期节目中，一位卧底是周深，另一位是郑恺。要说郑恺这2年也真的是可怜，基本上每次都拿不到身份。在今年的正片结束的时候，他也是吐槽过此事。没想到郑恺这次还真拿身份了，而且最终还获胜了。不过，我觉得郑恺不应该开心，反倒是应该尴尬，因为他玩得并不好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李晨从一开始就是怀疑郑恺的，毕竟大家一起共事多年，稍有一点问题就会发现。李晨之所以没有拆穿郑恺，或许是想要让好朋友开心一下吧。在整个游戏的过程看下来之后，真心觉得郑恺是不适合拿身份的，因为他挂脸实在是太明显了，想不被怀疑都难。第三，沙溢。在整期节目中玩得最差的就是沙溢了，他完全就是在乱带节奏。在张真源发现了答案之后，他的身份成了名牌，可以说是铁好人，但沙溢却依然怀疑，真不知道瞎捣什么乱。除了带节奏怀疑张真源之外，沙溢还带节奏踩范丞丞。范丞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显眼包，这一点是所有人都知道的。要只是因为范丞丞是显眼包就一次次怀疑的话，那真的就太没有智商了。整期节目看下来，我觉得沙溢就是那个搅屎棍，甚至可以说是卧底方派来的都不为过。第四，白鹿。在跑男这几年的节目中，白鹿给观众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那个不顾形象的笑容。你要说玩游戏的话，那白鹿真的是不太擅长的，特别是稍微有点体能的游戏，简直就是噩梦。在这期节目中有一个跷跷板游戏，白鹿分到了和沙溢一组，这样的配置可以说开局就奠定了必输的结局。果然不出意外，白鹿和沙溢2个人把这个游戏玩成了笑话。很多观众看了2人的表现之后，也默认了2人都是游戏黑洞，谁也没比谁强。不过万万没想到白鹿的运气这么好，居然在接下来的游戏中直接自证清白，让所有人明白了是沙溢的问题，自己只是匹配到了拖油瓶而已。落单的郑恺在选人的时候意外选到了白鹿，本来以为成绩不会很好，没想到却让所有人大开眼界。郑恺和白鹿2个人的配合简直可以称之为完美，白鹿不仅在游戏中当好了配重，而且还用前趴和后仰完美辅助了郑恺。看了郑恺和白鹿的配合之后，我真的想说白鹿玩游戏其实并没有那么差，而沙溢是真差。说白了，只要不是那种力量或者速度类的硬体力类游戏，白鹿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。相比之下，沙溢遇到各种游戏都是退缩，还没开始就觉得自己无法完成。在这个游戏当中，沙溢一开始就想的是会垫底，能完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把自己定位成配重。白鹿在游戏中是非常努力的，但是分到沙溢这样的队友真的只能认栽，试问谁能和沙溢取得好成绩呢？白鹿这次真的应该好好感谢一下郑恺，要不是有机会和郑恺搭档，那白鹿真的只能一直背上游戏黑洞的标签。他这次真的是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大家觉得呢？